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台湾就买得到的美债券 ETF 在8月份的比较、排名以及推荐。那目前市场上呢，主要有2个数据呢，它是支持联准会应该要快一点降息。那有一个数据的话呢，是表示现在还不急着降息哦。那第一个数据就是核心通膨达标。那核心通货膨胀呢，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联准会的长期目标，就是 2% 这个目标，但是呢，它已经比6月份联准会的会议纪要的预期还要优异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现在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 Core PCE 呢，已经来到了 2.6%。联准会官员呢，他是预期2024年底的时候呢 Core PCE 它的中位数会来到 2.8%。如果降到 2.8% 的话呢，他们预期基准利率呢，下面这个 Fed Fund Rate 会来到 5.1%， 也就是 5% 到 5.25% 之间那我们现在的 Core PCE 已经降到了 2.6%。那我们也可以往前看，联准会的会议纪要也有显示，在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联准会官员他们是预期今年 Core PCE 会降到 2.6%， 如果降到 2.6% 的话呢，利率就会降到 4.6%， 也就是 4.5% 到 4.75%。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如果今年的核心通膨指数都一直维持在 2.6% 的话，那套用联准会官员在今年3月份的这个预期数据的话呢，那今年的利率应该要降到 4.5% 到 4.75% 哦。那第二个数据支持联准会官员要降息的数据是失业率已经超标了。那最近美国失业率的陡升已经超越了联准会官员他们今年的预期啦。那最新在8月2号公布的美国失业率已经来到了 4.3%。那 4.3% 的这个失业率已经比联准会官员在6月份的这个会议纪要当中，他们预期今年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应该只会来到 4%， 这也就表示说，美国现在的一个失业的状况是已经超乎预期了。而我们也都知道，失业率是经济数据的领先指标哦。那 Kevin 常常跟频道的观众讲说，联准会他们要降息，绝对不是因为通膨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标准，所以呢他们才降息。他们会降息的主要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经济要撑不住了。所以呢，他们要快一点降息，防止经济陷入崩溃。那前面2个指标都是暗示联准会你们应该要开始降息了，但是有一个指标，它是跟联准会讲说，还不急。这个指标呢，就是 GDP 非常的优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这是美国最新公布的第2季度的 GDP 的修正值。这个修正值呢是来到了 3%， 这个 3% 是比联准会官员他们在6月份的预期还要优异哦。联准会官员他们在6月份的预期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美国的 GDP 应该要降到 2.1%， 但是现在第2季度呢，美国的 GDP 呢还有 3%， 而且这个 3% 是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2季的话呢，第1季度的那个修正值GDP 的修正值是 1.4%， 那第2季度的修正值是来到了 3%， 这个数据是越来越好，显示的很像是美国的经济是越来越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都知道GDP 它算是属于一个滞后指标，就是经济的滞后指标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现在已经在第3季了嘛，已经9月多了，但是呢它才会开始去公布第2季度的一个经济数据。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数据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是3个月前的经济数据。所以呢我们才会说 GDP 是滞后指标，失业率才是领先指标哦。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缩图呢，来跟大家讲这个领先指标跟滞后指标的差别。第一个的话呢，人肯定是因为先失业了之后呢，他们就会降低他们的消费，那消费力就会减少。那人的消费力减少了之后呢，这些公司他们的营收、他们的销售就会下滑，因为人不想要买东西了嘛，所以呢公司的话呢，他们东西卖不出去，
那他们的销售当然就下滑了。那销售开始下滑之后呢，这些公司统计起来，他们的营收、他们的盈余的话呢，就会跟着一起下滑，也就表示说呢，整体的国家的经济啊，就开始慢慢的放缓，甚至会步入衰退哦。所以我们在观察美国的经济是否会步入衰退的时候呢，都会先看失业率，最后的话呢，才会看到 GDP 哦。所以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都这么的信心满满，认为今年联准会应该要开始降息，而且呢，应该要降息 0.75% 以上哦。那我们来看现在最新的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利率的预期。那你可以看到9月18号的时候呢，他们预期啊，联准会官员应该最少也要降息1码，这个几率呢是高达了 70%， 然后 30% 的几率呢是预期会降息2码。那到年底2024年的12月18号的时候呢，现在市场上最高的呼声是要降息多少？是要降息5码，也就是要从 5.25% 到 5.5% 降息到 4% 到 4.25%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湾就买得到的美债券 ETF 他们8月份的净值规模以及推荐排名。那首先我们先看美国公债 ETF。那美国公债 ETF 呢，现在台湾总共有17档的美国公债 ETF， 那他们的规模排名、基金名称还有他们的代号我都放在左边这一边。那你可以看到净值规模最高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净值规模呢是来到了2763亿台币，它的月增啊是来到了270亿台币。那第二名的话呢，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从原本7月份的时候呢是还没有破2000亿台币，但是呢它在8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突破了2000亿台币，来到了2159亿台币，它的月增啊是来到了360亿台币哦。那其他的美债 ETF 他们的规模就比较小了，甚至他们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一档元大美债 ETF 还要大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在8月份的时候呢，最多的是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371968人。那第二名的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来到了259121人。那受益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增加了27653人，是比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增加的还要多。虽然他们两者差距的月增人数呢差不到400人，但是呢这也是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少数几次它的月增数呢是超过了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哦。那还有一档 ETF 值得要提起，那就是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00931B。 如果你有在关注 Kevin 的频道， Kevin 就常常有提到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过去这半年当中啊，它的受益人数都是一直减少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一次的受益人数啊竟然上升了，而且呢是上升了1000多人哦，是非常的不错。那我觉得这主要的原因也像是我刚刚所讲的，8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失业率公布出来了，真的是非常的差，而且呢通膨其实已经达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 2.6%， 所以市场上开始预期今年联准会要降息非常的多，这就使得像是统一美债20年期 ETF 呢，它的受益人数啊就直接翻转过来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他们的规模排名。那也是一样，他们的规模排名、代号以及基金名称我都放在左边这一边。那公司债券 ETF 呢，现在已经有超过6档 ETF， 他们的一个净值规模已经破1000亿台币了。那最大的一档啊，它甚至已经破了2000亿台币咯。那这一档 ETF 就是 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那这一档 ETF 啊，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它挂牌至今的话呢，大概也快要1年的时间，然后呢它的净值规模就已经破2000亿咯，可以说是台湾的美债券 ETF 当中呢，净值规模啊增加最快的一档 ETF 哦。那在净值规模月增方面，依旧是 00937B 的群益ESG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净值规模是增加最多的是增加了115亿台币。第二名的话呢，是新挂牌上市的 ETF， 这一档 ETF 也是群益投信的，
它叫做00953B 的群益优选非头等债 ETF 哦，它是一档非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哦，它增加了100亿台币。那增加第3多的则是中信优先投资级债 ETF 00948B 哦，它在8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增加是来到了51亿台币。那8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一档新挂牌上市的 ETF， 我们也把它提到一下。那这一档 ETF 就是00959B 的大华头等美债 15Y 加 ETF。好，那大华这个投信呢，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呢，它的知名度的话呢，没有这么的高。那这一档 ETF 的话呢，它在8月份增加的净值规模是增加了23亿台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受益人数。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受益人数最多的公司债券 ETF 是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321398人，那它的月增人数呢也有11915人哦。那受益人数在8月份增加最多的是一档在8月份挂牌上市的 ETF， 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00953B 的群益优选非头等债 ETF。它增加了26322人，那我觉得呢，这个群益投信他们其实做公关做的还蛮不错的。好，这一档非头等债 ETF 刚挂牌上市啊，它也是非常的夯哦，1个月就增加了2万多的受益人数。那这个表格还要提到几档 ETF， 他们虽然净值规模非常的大，但是呢，他们的受益人数在8月份的时候呢，却是锐减的。那这几档 ETF 分别是00751B 的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在8月份的时候呢，是下降了516人。那另外一档是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在8月份则是下降了1458人。那最后一档则是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在8月份的时候呢，则是下降了1204人。那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其实从今年以来，它的受益人数是每个月都在下降，但是呢，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以及元大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这两档 ETF 呢，它们则是非常罕见的在受益人数方面的话呢，是属于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你在这个表格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奶瓶的一个形状，那这奶瓶的形状呢，就表示说呢，这几档 ETF 啊，它们是今年2024年才挂牌上市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在公司债券 ETF 当中呢，总共有6档 ETF是新挂牌上市的哦，那大家可以特别的去关注一下。那还有一个符号是比较特别的，那就是三角形的惊叹号。那这个惊叹号是表示这几档 ETF 它们的规模小于了2亿台币，是有可能会面临下市的风险。好，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去注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美债券 ETF 在8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那左边的话呢，是属于月绩效的排名，还有他们的代号以及他们的一个基金的名称。那你可以看到，在月绩效排名方面，8月份的绩效表现最优异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长天期的美债 ETF。那接下来的话呢，则是属于中期的美债 ETF。那倒数的全部都是属于短期的美债 ETF 哦。那为什么短天期的美债 ETF 在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表现是垫底的呢？那主要有2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联准会他们今年降息的呼声是非常的高，而且呢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呢这就会使得短天期债券 ETF 他们的缺陷就冒出来了。那第一个缺陷就是在降息的时候呢，短天期债券 ETF 他们的收益率下降的速度会比长天期的债券 ETF 还要快哦。那主要就是因为短天期债券它对利率是非常密切的挂钩。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买了一个3个月到期的美债，然后它现在提供了你 5.5% 的收益率，那3个月之后，如果联准会他们降息降到剩下 1% 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到期拿到本金了，你要再去买到 5.5% 的收益率的短债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联准会官员他们的利率降到 1% 嘛，那这时候呢你就只能买到 1% 左右的短天期的债券哦。所以呢短天期债券他们的殖利率跟利率是非常的挂钩的哦。
那短天期债券 ETF 在8月份表现不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资本利得的潜力非常的有限。我们都知道利率调降的时候呢，价格波动最大的那一种 ETF 呢，都是属于长天期的 ETF 为主，因为长天期的 ETF 呢，他们对利率波动的敏感性是更高的。所以呢，在降息的时候呢，长天期的债券 ETF 呢，它们价格上涨会比较明显，相对于短天期的债券 ETF。这就使得呢，投资人如果想要赚债券的价差，会比较想要去投资长天期的 ETF。而现在呢，降息几乎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呢，投资人可能就会卖掉短天期的债券 ETF， 转而去买入长天期的债券 ETF 哦。好，那这个表格的其他栏位你可以看到内扣费用以及存续期间。那内扣费用的话呢，是2023年的内扣费用。那存续期间的话呢，如果你想要赚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在降息的时候所产生的债券的价差的话，那你就要找存续期间比较长的 ETF。好，那旁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近世纪的累积配息以及近世纪的殖利率。那近世纪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属于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的 ETF， 以及 00856B 的永丰1到3年的美国公债 ETF。那这两档 ETF 它们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 ETF。那我刚刚有讲到，如果开始降息的时候呢，殖利率调降最快的肯定是属于短天期的债券 ETF。 所以呢，虽然这些短天期的债券 ETF 他们在过去世纪他们的殖利率表现非常的优异，但是呢，如果联准会开始降息了，那这些短天期债券 ETF 他们的殖利率肯定会下降的非常的快哦。好，那最右边你可以看到年含息绩效。那虽然短天期的美债 ETF 他们在过去8月份的时候呢，表现非常的不佳，但是呢，你可以发现到他们全年度的含息绩效依旧是表现的非常的不错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公司债券 ETF 在8月份的一个绩效的排名。那绩效排名的话呢，其实他们差距就没有这么的明显。如果你是非头等债 ETF， 包含你像是金融债 ETF、高评级公司债 ETF 或者是头等债 ETF， 基本上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绩效表现其实相差不大，基本上都是在 1% 以内的一个差距。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非头等债的话，你可以发现到非头等债 ETF 他们在8月份的含息绩效表现都是负值的。为什么会这样？就像是我刚刚所讲到的，美国他们8月份的失业率是有暴增的一个状况，已经超过了联准会官员他们在6月份的预期。那我们也有提到，失业率是经济的领先指标。如果失业率这么的差的一个状况之下，未来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风险的几率就会上升。那如果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哪一种公司债最容易违约？那就是非头等债嘛。因为非头等债他们的评级都是属于非投资级别的一个评级，那他们的违约的几率就是更高的。这些公司他们的财务状况就是比较差。所以投资人发现美国的失业率上升，美国的经济可能会步入衰退，那这时候呢，投资非头等债当然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咯。那在这个表格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到有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月的这个符号呢。这个符号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些 ETF 呢，它们是属于月配息的债券 ETF 哦。那直到8月份为止总共已经有了8档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所以大家想要去投资月配息的 ETF 的时候呢，你的选择真的是已经非常的多咯。好，那这表格的最右边你可以看到公司债券 ETF 以及金融债券 ETF 他们的年含息绩效的排名。那最优异的这一档 ETF 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它今年以来含息绩效是来到了 10.4%。 那这一档 ETF 如果你刚好认真的看我的表格的话呢，你一定有发现到吧，这一档 ETF 它就是我们刚刚在规模排名的这个表格当中呢，它是一档露出警示的一档 ETF。它的现在的净值规模已经不到2亿台币了，是即将面临下市的风险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投资人聚集去购买的 ETF 它不一定是属于绩效最好的 ETF 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也不错的话呢，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免费下载，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哦。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分析的数据，像是联准会的一个最新消息，以及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哦。那只要 Kevin 有拿到最新的经济数据，或者是我有分析新的表格，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呢寄送电子报给大家哦。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频道的近况。那我们的频道大家都知道，我原本有个7万订阅的一个 YouTube 频道，结果呢现在的话呢是因为了一些原因，所以呢暂时已经不能使用了。那这是我的副频道。那副频道呢，在过去这1个礼拜的时间依旧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呢有分享我的影片。那总共呢有51个人喜欢，24个人分享了我的影片，还有11个人的留言。那这边的话呢 ，Kevin 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那有你们的点赞还有分享，就可以增加我的影片在 YouTube 的权重。那 YouTube 就会将我的影片呢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的影片呢可以帮助更多的投资人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入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样好像有点太嚣张。因为你们的点赞还有分享，可以增加 YouTube YouTube 可以增加我影片在 YouTube 的权重，这样大家就可以